在未来，有钱人活得还不如只畜生，他们争先恐后的放弃财富跟自由，住进了一座海上监狱中。在这里，他们不仅每天要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就连上厕所都要按时，并且谈恋爱是违法的，上班是没工资的。但有钱人们却挤破脑袋的想要来到这里，只因外面的世界遭到严重的核污染，任何生物都无法在地表生存，所以人们不得已躲进了这座海上堡垒之中。而这里每周还会举行一次抽奖活动，凡是中奖的人就会被送往天堂岛生活。据说那里是地球上现存的唯一一片净土，阳光、沙滩、空气清新，而向往自由跟蓝天是人类的天性，所以在这里的每个人对天堂岛都十分憧憬。却殊不知，在这美好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男主林肯作为一名普通居民，跟其余人一样，每天过着3点1线的生活，但他却非常厌烦现在的日子，也不想前往什么天堂岛，因为他怀疑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为什么每天一起床就要接受体检？为什么每个人穿的衣服都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不能自己选择吃什么？为什么外面明明已经生物灭绝，却还是不断有幸存者加入进来？为什么每天的工作都是往管路中注射营养液，而这些管路通往哪里又不得而知？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他觉得不符合逻辑，但又想不出答案，并且还因为行为怪异被带到了总裁面前问话。在林肯大倒一番苦水后，总裁顿感不妙，心中不断回顾着最近发生的一切，可依旧想不通是哪个环节露出了破绽，导致林肯起了疑心，于是决定为林肯做一个脑部检查，通过10几枚纳米机器人扫描他的大脑皮层，以此来搞清楚他为何会抱怨现在的环境，但需要24个小时用来上传数据。殊不知，没等24小时到来，总裁就会后悔没有当场杀掉林肯。事后，林肯来到工位上班时，一名孕妇突然腹痛难忍，即将临盆，这换一般人肯定紧张的一批，可这名孕妇却兴奋的要死，因为只要生下孩子，就能不用抽奖前往天堂岛。周围人见状纷纷鼓掌表达祝贺，而林肯则趁乱拔下电脑芯片，打电话给技术部，谎称电脑损坏需要去找电脑维修工，恰巧遇到主管临时有事，于是便不假思索地将钥匙交给了林肯，让他自己一个人去。随后，林肯只身来到工程部，找到了维修师老胡。原来每当林肯感到枯燥无聊时，就会谎称电脑损坏来找朋友老胡喝酒聊天。但让林肯疑惑的是，酒这类东西应该在末日之后便已不复存在，老胡怎么会有酒？面对林肯的询问，老胡则表现得十分不耐烦，表示这些酒是自己在末日前私藏的，还警告林肯不要多问，知道的太多对他没好处。说罢便转身离开，只留林肯满脑子问号地待在原地。但很快他的疑问就将被更加放大，因为在回去的路上，林肯发现了一只飞蛾，而这在已经生物大灭绝的现在，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生物。抱着心中的疑问，他随手拿过老胡的火柴盒，将飞蛾装进去，带回自己卧室的花瓶中养了起来，并将这一发现悄悄告诉了朋友凯莉。凯莉听后顿时兴奋起来，因为他已经有10几年没见过其他生物了。但相比于凯莉的兴奋，林肯则表现得忧心忡忡，因为目前的种种迹象都在表明，外界或许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一片废土，这里肯定在隐瞒着什么。可较为感性的凯莉却不这么认为，反而责怪林肯事事都在往坏处想。说罢便准备去看看那只飞蛾，但在此之前，需要先观看完本周的开奖结果。见本次中奖的竟然是凯莉，林肯是既担心又失落。担心的是天堂岛或许不是什么净土，失落的是此次一别不知何时才能见到对方。可事已至此，他也只能苦笑着祝贺凯莉实现了梦想，但心中的担忧却丝毫不减。看着瓶中活蹦乱跳的飞蛾，辗转反侧睡不着的林肯突然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趁晚上四下无人时，偷偷用白天得来的钥匙再次回到发现飞蛾的地方，放飞飞蛾，然后顺着它飞走的方向跟去，打算以此搞清楚飞蛾究竟是从哪里而来。等来到通道的尽头后，林肯顶开头上的地板，竟发现这是个他从未见过的楼层。为了搞清楚这一楼层究竟有什么猫腻，林肯悄悄潜入一旁的衣帽间，用蓝大褂遮盖住自己显眼的白色套装，便开始四处探寻起来。误打误撞间，他来到了负责给孕妇接生的产房，见之前的孕妇已经顺利生下孩子，林肯由衷的为她感到高兴，而孕妇也对能去往天堂岛生活十分兴奋。可还没兴奋多久，故事就换上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将女人的脚丫子死死绑住。紧接着，另一名医生迅速往女人的输液管中注入大量空气，随着一阵剧烈抽搐后，女人如愿去往了天堂岛。林肯见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做梦都想不到，所谓地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竟然是阴曹地府。与此同时，之前中奖的光头也满身是血的从手术室中逃出，体重足有上百公斤的他，此刻就像一个受到惊吓的5岁小孩，只想尽快的逃离这里，可无奈最终还是被守卫的钩枪命中小腿，像只牲口般被拖回了手术室，吓得躲在一旁的林肯大气都不敢出，但还是被一名守卫发现了行为异常的他。不过好在对方并未识破林肯身份，而是以为林肯是新来的员工，第一次见这种场面，还好心安慰他不用害怕。就这样，林肯侥幸逃过一劫。事后他不敢耽搁，急忙3步并2步的跑回地板下面，想尽快把这一消息告诉凯莉。殊不知，得知手术事故的总裁在观看监控回放时，发现了林肯手腕上的身份手环，意识到有人出逃的他心顿时凉了半截，急忙命令全部手下出动抓捕林肯。与此同时，林肯来到凯莉的卧室，二话不说拉起对方就往外狂奔。等来到一处安全地带后，林肯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全部告诉了凯莉，然而凯莉却
根本不信，毕竟他苦等20多年才中了头奖，怎么可能因为林肯的3言2语就选择放弃？林肯见状也不再解释，直接强行拉着凯莉往机械间逃亡。同时，守卫也从监控中发现2人踪迹，开始展开荷枪实弹的抓捕，生生将凯莉逼到了不跑也得跑的地步，只能尾随林肯逃进机械间。可就在经过一处通风管道时，2人突然脚下一沉，竟意外掉进一座秘密实验室中，也因此看到了地下堡垒中最阴暗的一面。只见数百名成年人整齐排列在实验室的中央，并且每个人面前都配备有屏幕，正播放着各种灾难跟生活录像，以及灌输着想去天堂岛的思想。但林肯跟凯莉并不明白这是在干嘛，于是根本来不及研究，只能趁守卫包围他们之前，借助床位的掩护逃出实验室，并通过通道尽头的电梯，成功从追兵的手中逃脱。随后，2人通过电梯来到一处钢桥前，而天堂岛就坐落在海上堡垒的不远处。可等2人穿过一道数据墙后，才发现这其实是一座地下堡垒。平时在窗户上看到的天堂岛景象也只是虚拟投影，但他们还没时间感慨，赶紧逃出这里才是正事。在经过一道数百米长的隧道后，2人终于是看到了许久不曾见过的太阳，以及广阔无垠的西部荒原。然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由于2人没有任何的社会经历以及生存经验，所以只能漫无目的在公路上狂奔，直到林肯无意中发现一旁的39号公路牌，而老胡的火柴盒正是从一座位于39号公路的酒吧所得。林肯认为去那里或许能找到老胡帮助自己，于是急忙招呼凯莉上路，同时总裁也派出鹰眼雇佣兵团追捕2人。半个小时后，林肯2人在路边发现了火柴盒上的酒吧，向酒保打听后，他在南侧找到了正在看快乐杂志的老胡。多年的欺骗让林肯再也难以压制内心的愤怒，直接一把将对方按在墙上，质问老胡为什么不告诉自己真相。但老胡深知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要是自己被公司的人看到，肯定必死无疑，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先将2人带回家中，将公司的秘密说了出来。原来林肯等人只是有钱人的克隆人，每当本体需要代孕或者移植器官时，公司就会通过抽奖选中该名克隆人去天堂岛，好悄无声息地摘除器官，然后再销毁掉。凯莉见状有些不敢相信，因为她清晰记得自己有爸爸妈妈，还有儿时的生活。老胡表示，那些只是给你们强行植入的记忆，一共有12个版本，每个人的记忆除了细节不同外，大致都差不了多少。所以你们虽然看起来已经成年，但实际年龄其实只有2、3岁。凯莉听后觉得那些有钱人太过残忍。They don't know. They think you're vegetables simmering in a jelly sack. 而总裁之所以将克隆人藏在地下，就是为了避免那些有钱人知道这一点。凯莉很疑惑，总裁为什么要隐瞒。Just because people want to eat the burger doesn't mean they want to meet the cow. 并且克隆人是违法的，而那些本体都是些有名的政商名流，如果消息泄露出来，肯定会受到牵连，总裁也会吃不了兜着走。林肯听后顿时计上心头，表示要找到自己的本体，让对方帮忙曝光地下堡垒的丑闻。可老胡却劝2人打消这个念头，因为那些有钱人根本不在乎克隆人的死活。但怎奈林肯执意要试一试，老胡无奈只能同意，毕竟他现在跟林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随后老胡在网上查找出2人本体所在的城市后，便驱车带他们前往车站。路上老胡递给2人一张信用卡跟一些现金，并告诉他们钱的用途。但最重要的还是提醒林肯 I know you're new to this whole human experience and all, but there's one universal truth, and that is you never give a woman your credit card. Right. 可就在林肯在厕所排出身体的那米机器人时，却意外让雇佣兵团检测到信号源，知道了他正在车站，而3人对此还一无所知。直到老胡在为2人买地图时，遇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杀手见事情败露，果断开枪击毙老胡。林肯见势不妙，急忙拉起凯莉往车站外逃窜，然后顺着外面的废弃仓库绕了一个大圈，成功在高铁发车的前一刻登上火车，踏上了前往洛杉矶的旅途。但与此同时，雇佣兵团在搜查老胡汽车时，发现钱包里少了一张信用卡，想都不用想，肯定是借给了林肯。所以现在只要追踪信用卡接下来的消费地点，就可以找到2人的下落。另一边，林肯2人来到繁华的洛杉矶，眼前的一切都让他们感到无比陌生和稀奇，只能像只无头苍蝇般胡乱溜达。就在这时，凯莉突然在路边的海报上发现了自己的照片。第一次见到本体，凯莉感觉这一切就像做梦般不可思议。好在林肯很清晰他们来此的目的，将凯莉拉回了现实，来到资讯站查找2人本体的电话。但林肯的本体并没有在资讯站登记，所以只能先联系凯莉的本体。可接电话的却是对方的儿子。原来凯莉的本体现在正在医院的 ICU 里抢救，已经病重到无法说话的地步。而凯莉也不出意外的被男孩当成了妈妈。然而还没等凯莉反应过来，雇佣兵队长就带人赶来了附近。2人见状急忙撒腿就跑，却被赶来的警察当场包围。原来老胡在车站遭到枪杀后，警察怀疑是抢劫犯作案，也在追踪这张信用卡。林肯2人自然是最大的犯罪嫌疑人，队长无奈也只能终止行动。总裁得知消息后，顿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克隆人没有自己的身份，他们被抓肯定会连累到客户，到那时克隆人的事情肯定会败露，自己跟公司绝对会吃不了兜着走。于是命令队长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抢回2人。另一边，林肯在接受盘问时，急中生智报出了自己本体的名字，然后在警察调取档案时看到了自己本体的地址。接下来就是思考该如何脱身，却不料竟被自己的追兵帮了大忙。雇佣兵团接到命令后，直接丧心病狂地在城市中对警方展开了袭击。
林肯跟凯利则趁着双方交火之际，偷偷逃离现场，爬上了一辆拐弯速度较慢的大货车。林肯见身后依旧有大量追兵尾随，果断解开货车上的拉紧器，导致后面的追兵损失惨重。队长见迟迟追不上，急忙呼叫飞行摩托支援，但还没帅过3秒，就遭到林肯的偷袭。林肯见状，急忙跟凯利往摩托车跑去。但奇怪的是，从来没开过这东西的林肯，驾驶起来竟表现得十分熟练。不到10分钟的时间，便甩开身后的所有追兵，带凯利躲进了一处不知名的大厦内部。原地休整1晚后，两人便打车来到了林肯本体的别墅门外。通过面部识别，打开了别墅的大门。但此时的林肯却开始犹豫要不要进去，毕竟他不知道自己的本体是好是坏。凯利没想那么多，直接便带头往别墅中走去。无奈林肯只能跟上。进入别墅后，林肯不断呼唤着本体的名字，却没得到任何回应，于是便自顾自地参观起来。从本体的照片不难看出，对方不仅身价显赫，还是个十足的赛车爱好者。可就在林肯感慨自己本体的优秀时，意外却发生了。两人双目对视的一瞬间，富豪当场呆愣在原地，反观林肯却十分开心。面对富豪的疑问，林肯大方地做起了自我介绍。但明白过来的富豪对林肯并不感兴趣，反而对凯莉情有独钟，因为他一眼便认出凯莉是当红女星寡姐的克隆人。换做以前，他可能连接触的机会都没有，但现在却可以近距离亲密交流，并且他还在跟林肯的交谈中猜到凯莉未经人事。而富豪正是因为打扑克过于放纵，导致了肝部衰竭，才需要在2年内进行肝移植续命，所以对凯莉这样的尤物难免有些想法。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想法，急需器官移植的富豪才没有联系公司抓走两人，反而表现得十分友善。可当林肯提出让富豪帮忙去新闻台曝光时，却在电视上发现一名老熟人。起初林肯还以为老熟人的本体是个新闻主持，不料竟从富豪的口中得知对方是美国总统。由此可见，克隆技术的背后究竟有多么黑暗。而富豪也在以各种理由阻止林肯去电视台，毕竟这么做对自己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可当凯莉走到林肯身边，并在他的注视下抓住对方的手时，一股失落感顿时袭上富豪心头。面对林肯的再次请求，他立即换上一副笑脸，痛快答应下来，然后假借换衣服为由，来到卧室给基因公司打去电话，说出家里出现2个克隆人的情况。紧接着便急忙来到楼下招呼两人前往电视台。但凯莉却从富豪的眼神中觉察到异常，提醒林肯要小心为上，因为富豪现在的眼神跟林肯之前说谎话时的眼神一模一样。林肯听后选择相信凯莉，于是决定自己单独跟富豪去电视台，留凯莉待在这里以防万一。富豪担心受到怀疑也不好拒绝，只能无奈同意下来。可更让他无奈的是，之前从没见过汽车的林肯竟然要求开车，这对富豪之后的计划显然会有影响。但经不住林肯的强硬要求，他也只能再次妥协。殊不知，这将会是他此生做过最错误的决定。两人在路上等红绿灯时，早已埋伏已久的雇佣兵团突然杀出，富豪也卸下伪装，持枪瞄准了林肯。可这种威胁对林肯来说根本无效，因为就算束手就擒也是个死，倒不如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于是不顾富豪的威胁，直接便一脚油门从直升机的下方冲了过去。雇佣兵队长不敢耽搁，急忙招呼全部手下跟上。而富豪那边由于林肯的车速过快，也不敢贸然开枪攻击对方，只能任由林肯在路上狂飙。在经过长达10几分钟的追逐战，以及富豪在旁边的不断干扰后，汽车最终在郊外的一座废弃仓库中停了下来。林肯想趁机跑路，但富豪却死活纠缠着他不放，直到雇佣兵团包围过来后，才持枪控制住林肯，却意外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由于在刚才的打斗中，富豪眼镜不慎掉落，导致队长一时也无法分辨谁是真正的克隆人。同样，林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急忙表示自己才是富豪。富豪听后先是一愣，也开始为自己辩解起来。而林肯则趁着队长注意力全在富豪身上时，将自己的手环扣在了富豪手腕上面。而这个手环在队长眼里就像是黑暗中的明灯，果断调转枪头朝富豪胸口开了一枪。随后，富豪尸体被装进袋子运回了公司。林肯向队长表达了感谢，可队长非但不领情，还威胁林肯要严格保守克隆人拥有意识的秘密，但实则是为了测试自己有没有杀错人。毕竟林肯来到洛杉矶找本体帮忙，就是为了能曝光克隆人的丑闻。面对这样的问题，势必会出现情绪波动。现在只要林肯的回答稍有问题，队长便会毫不留情地干掉他。好在林肯及时调整情绪，装出一副为了活命不择手段的模样，这才打消队长的怀疑，逃出升天，顶替富豪的身份跟凯莉过了一段安稳日子。可幸福总是短暂的。第二天，基因公司突然打来电话，告诉了林肯一个坏消息。原来总裁在观看林肯之前的脑部扫描图时，发现他竟然继承了部分属于本体的记忆。这样一来，就能解释林肯为什么能凭空学会开车。科学家感叹这是人类克隆技术的重大突破，但总裁却感到一阵脊背发凉。毕竟这样一来，克隆人就会变得难以控制，自己的公司也会因此功亏一篑。于是急忙下令销毁掉跟林肯同一批生产以及正在培育中的所有克隆人跟胚胎，并以存在设计漏洞为借口，通知所有客户前来重新定制。林肯听后感到十分震惊，他没想到仅仅因为在自己身上出现的失误，基因公司就要残忍杀害那么
么多的克隆人。本着淋过雨的人更懂得为他人撑伞的原则，林肯跟凯利一和解，决定利用目前的富豪身份彻底捣毁这个灭绝人性的基因公司。两人的计划分为2步，林肯负责利用富豪的身份先行潜入公司内部，凯利则故意出现在人多眼杂的地方，吸引雇佣兵队长前来抓捕，好以此进入基因公司。但意外的是，凯利的本体现在急需进行器官移植救命，所以第一时间便被送往了手术室。而队长却看着凯利远去的背影，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而凯利对此并不知情，他趁医生在准备麻醉药时，悄悄从腰间拔出手枪，不费吹灰之力便控制住在场的守卫跟医生，然后伪装成医生，跑去跟林肯在约定地点会合。自此，两人再次兵分2路，由林肯去破坏地下堡垒的电力系统，凯利负责搭救即将被销毁的同胞。却不料刚走到半路，就遇到黑得发光的队长。此时虽然凯利有枪在手，但面对队长冷静到可怕的眼神，他的大脑又瞬间短路。队长就这样轻松制服了凯利。可奇怪的是，在守卫们将单纯的克隆人哄骗进焚烧炉，准备进行惨无人道的销毁时，队长竟跟凯利站在了同一战线。原来就在凯利被推进手术室时，队长从总裁的口中得知，由于抓捕凯利的时间过长，凯利的本体已经生命垂危，就算进行器官移植也无力回天。但总裁却依旧要摘除凯利的器官，因为凯利是客户花钱买来的私人财产，就算没用也必须处理掉。队长听后心中有些不忍，倒也不是因为他是个好人，而是队长的父亲是一名非洲反叛军首领。在战争失败后，队长作为首领的儿子便被刻上了下等人的烙印，从此过上了猪狗般的生活，毫无人权。直到他成为一名雇佣兵，做起了战争生意。但他虽然杀人如麻，却从未将人当作畜生。总裁的所作所为让队长联想到了自己儿时的遭遇，不免开始有些同情这些克隆人，于是才决定帮助凯利。而这几个小喽啰，对于经历过无数战争的队长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只是眨眼的功夫便控制住局面，将所有身处死亡线的克隆人救了出来。与此同时，医生在检查林肯的尸体时，发现他手腕上并没有身份烙印，死的人其实是那个客户。总裁听后如遭雷击，急忙下令抓捕伪装成富豪的林肯，并在得知林肯正在毁掉发电机时，决定亲自出手干掉对方泄愤。可此时的林肯已经摧毁了发电机的核心部件，没等总裁彻底控制住他，发电机就发生了剧烈爆炸，气得总裁恨不得让林肯死上10000遍，却不料让即将窒息的林肯摸到了掉在地上的鱼枪，总裁喉咙被射中。林肯见状，趁着第2波爆炸来临时，用钢丝死死缠住总裁脖子，将对方吊死在了钢桥上，自己则被后背的鱼钩吊在半空，阴差阳错捡回了一条命。爆炸的冲击波炸穿了地下堡垒的顶端，随着刺眼的阳光射入地堡内部，基因公司的末日谎言也不攻自破。数千名克隆人们争先恐后地离开地堡，见到了他们自出生起就没见过的广袤大地。可这些既没有国籍也没有身份的克隆人，之后的日子又该何去何从？是等自己的本体死去后取代他们的身份，还是在无尽的迷茫中选择离开这个世界？